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2号星期三，又是合练的日子。今天是周三，下一个周三就是好像是19号吧，19号那个周三是我加入这个跑团，如果按周三来算1周年，因为去年多一天，再加上每年它又错一天，所以呢，去年是6月21号，今年就应该是6月19号，到时候要跟大家特别问候一声，这一年还是怎么说呢？互相在激励，并且屏幕前好多小伙伴也说，看到我跟大家一起训练之后，感觉好像和以前的性格有些变化，是不是开朗一些？今天的太阳又特别大，真的热起来了。现在应该得有20摄氏度的样子。刚才热身了6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9，一身汗了。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，30号就是比赛日，所以今天的阈值就真的跑阈值了。还是尽量跟大部队看看，平田先生他们能跑多少。看大黑岩先生过来了，突然穿这样感觉好年轻啊，尤其是这个帽子。你看那天就在这儿喝的水，那天50公里在这儿喝的水，喝了3次。11号凌晨，苹果的那个发布会，对吧？还有昨天高驰群发的签大破节，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。这期的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叫高驰和大破节，苹果和 AI， 我和6公里阈值。怎么样？我刚才热身这6公里想了一路。今天咱们就闲聊，主要是记录训练。那这么着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看，戴娜又来了。哎，老爷给我们发的糖果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まだ戻ってきはると思う。これくっつきもしない。なんかボールでも見つけるのかな思って一番中バーって入っていったらくっつきもしない。ゴールデンレトリバー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韩刚老爷子，刚才跟大和源先生聊一聊100公里的经验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比赛之前还会安排一次30到35，我会换一双鞋，然后按照4分40或者4分45去感觉一下。ジョグし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。どうしようかな。4分半。4分と4分半。5分ぐらいにしましょうか。30秒。はい。いき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。はい。それではい、暴走族、はい、セッティング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セッティング。あさん、多分置いてかれる。P3 チャレンジ。あ、準備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スタート。今天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聊聊天，是话外音后期的录音。因为6公里呢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20来分钟的时间。如果我一直说话呢，第一是会有一些影响，更主要的是周围有小伙伴们，大家都比较艰难的在跑6公里，会影响别人。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呢，还是想跟大家聊聊。首先是高驰签了大破节，这个其实不用等昨天晚上宣布，基本上前几天那个群发大家应该都猜到了。但是呢，我其实并没有比大家有多什么爆料，我跟大家知道的是一样的，我只是猜想，我猜可能会有，至少会有周边。
应该也肯定会有，我猜肯定会有，就是它的周边的商品，可能是表带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表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现在不是陆续开始出表盘了吗？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国内的新兴的这几年新兴的一个品牌，能够在这些年进步这么快。就实话实说，现在它除了就可能在日本或者在欧美市场，它有信息差的原因，造成大家其实第一不了解，第二呢不太好买到，我觉得是个问题。因为之前也跟高驰的小伙伴聊天，我也比较了解这边的行情。这边你要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品牌，想打进某一个电器店，就那种都是卖电子产品的商店，那其实你是要牺牲特别多的价格的，就是你给这个店的价格，因为这店它还有第一它有利润，第二呢它还要有各种优惠什么的，所以确实是我觉得对他们这个价位的产品来说有难度，所以在这边不那么好买。我们跑团里有几位小伙伴带高驰，大部分还是别的品牌，但是呢你看到他签了，之前签吉普乔格，现在签大破节，虽然都已经是处在职业生涯末期的运动员了，但是这就像我觉得就像日本足球腾飞那几年，弄来了好多巴西即将退役或者甚至是已经退役的教练运动员来，然后把整个的这产业来起带动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。我觉得品牌的国际化是一个不可绕过去的一条路。祝愿高驰能越来越好。另外就是苹果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，有小伙伴开玩笑说这不能叫开发者大会，这应该叫开发者葬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本上每一年，无论是一开始有的时候会模仿一些当年越狱的一些小插件，到后来呢有些第三方做的不错的应用，然后苹果就慢慢的弄到系统里。像这次基本上那个 password 那个密码同步的那个，从它原来从系统里拆分出来那个功能，那我用了2天了，我第一时间升级到了开发者的 beta 版。像我觉得之前那些密码同步多平台密码同步的软件，慢慢的就会被蚕食掉。毕竟这东西那些软件卖的不便宜，这是关键。然后呢 ，AI 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吧，得看怎么看。其实它有好多不确定性。首先，面对不同的区域、不同的政策要求怎么办？就比方说，像 Google 的那个 AI。我去欧洲，在马耳他，当时在匈牙利，不对，不是马耳他，在匈牙利，发现不能用，他说这个区域还不支持。然后 ChatGPT 是没问题的，但是 ChatGPT 呢，在我们这儿又不能用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办呢？适应各国，适应欧盟，适应亚洲地区，适应中国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还未可知。然后第二呢，它这本地的这个模型呢，他昨天的就这2天的 WDC 后续的活动，他公开了一些信息，是一个3B 的参数的小模型在本地跑。它服务端呢是个大模型就是现在 Apple 的这 AI 分了3层，一个是机器本地的一个小模型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自己的电脑上跑这个欧拉玛这种东西似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苹果的一个大模型在它的服务端。然后呢，再不行了，就是 OpenAI 的大模型，它也放出来了这个模型的评测和这个打分。基本上它这个3B 的小模型还可以，和大多数这种嵌入设备或者手持设备，就是内存有限、算力有限的这个小设备上的这种本地模型都差不太多，甚至还好一些。它服务端这模型呢，在 GPT 3.5， 在 OpenAI 的 ChatGPT 就 GPT 3.5 以上，但是呢远差于 GPT 4，所以它后端才后来又接了 OpenAI 的接口。但是现在也有好多不确定性。他说，如果你是 Plus 的用户，你可以绑定你的账号，那如果不是呢，会有像现在这样的频次限制吗？这个也不知道。而且现在developer beta 的这个版本也都没有，所有的 AI 功能都没有，因为他说要到秋天才能开放，并且在这个年度就这个财年
之内是不会有非英文之外的版本的，因为训练这个事儿其实除了硬件成本以外和电力成本以外，现在大家拼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数据的标注啊，数据的丰富度啊，目前模型的训练这些成熟的数据集什么的，还是以英文的为主，这也没办法。其实中文不算是不吃香的，中文算是还可以的，日文是极其难的，在这个领域里，因为翻译大家应该也能理解，前几年出来玩用那种老旧的翻译，日文是最差的翻译，因为它省略好多东西，它有时候也不说主语，然后就不太好弄。像几个月前我记得 OpenAI 才发了个文说对日文有了优化，所以日文其实在这方面还不如中文的普及度或者好用程度。但是看明年吧，看明年怎么样。就像Vision Pro 要在中国跟日本开卖了，但是我应该不会买，我觉得那个价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虽然我在这儿我没有 Apple ID 的限制，但是我应该也不会买。下边又牵扯出了一些问题，就是像现在苹果判断设备的所属区域的这个事情，看它怎么判断。因为未来的国行，就是今年的下一代的 iPhone 的国行，我觉得应该不是 ChatGPT， 肯定不是 ChatGPT， 应该苹果那个本地小模型跟服务端的大模型应该差不多，但是可能会有特供版本，对，应该会有特供版本。然后再往后怎么判断设备的所属区域呢？不知道。你像比方说我的这个 iPhone 在日本买的，在日本本地拍照是不能关掉声音的，但是离开日本以后，只要系统是静音的就没有声了。它可能是根据你真正所属的区域判断，有的呢是根据你的 Apple ID 的区域，有的呢可能是根据你设备本身出厂的里面硬件的码。像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最后这一格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国内的谁来扮演 OpenAI 的这个角色，还不知道。目前可能小道消息说是百度或者是什么。我其实对这种生成式的 AI 大模型用的不多，就真正日常使用的不多，不太好评价吧。另外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和这个6公里的阈值，今天不出意外又比计划跑得快，我一般都不会比计划跑得快5到8秒，因为我之前的想法就是看小伙伴们多快，他们多快我就多快。到最后冲刺的时候，如果像田中先生、本田先生状态好冲出去，我追不上了就追不上了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今天因为是回来录音，所以我已经知道了结果。最后我咬住了田中先生，但是他应该没有发全力，他之前的伤到现在可能陆陆续续还是有影响。本田先生大概在5公里半左右开始就没有再往前拼。野口先生特别了不起，野口先生今年回来他说他6公里 PB 了，他跑了21分46秒。我今天跑了21分32秒，但是我不知道我6公里的最好成绩是多少。野口先生特别拼今天，然后完了以后又去接着跑了。应该就是反正就像我今天说的，我跟野口先生有点惺惺相惜的那种性格的感觉，都是比较的，不能说不服输吧，是比较的有韧性，比较的有拼劲儿。行吧，今天就是高驰和大破节，苹果和 AI， 还有我和6公里阈值跑团的小伙伴们的小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种形式。以后这种长距离的、中长距离的完整记录的训练，可能就是这种形式跟大家聊聊天，好吗？那我们训练之后再见。So strong. 長かった。
Nice run. 还到 Nice run. 啊，次一，我操！啊，Nice run. 还行啊，小伙伴们，看看成绩。等到起点那儿换个相机跟大家汇报一下。刚才最后一组好像是3分35，因为我看本田先生和田中先生跑的比较稳，没有减速也没有猛的加速，就一直在匀加速，大概从3公里过后，快到4公里的时候。那时候的平均配速一度是3分32，后来稍微减了一点。我想差这几秒可以跟。如果像往常天凉快的时候我跑得过3分20几的平均，Nice run， 就不行了。因为明天还打算要跑常规的距离。热啊，小伙伴们，看看详细数据啊。因为我这个是弄的6公里一圈，所以它是单圈配速，就只能看6公里了。6公里的平均配速是3分35，比我计划的3分40快了5秒。但是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看，起步其实挺慢的。第1公里到1.5公里的时候，基本上我的表还老提示我慢，因为我表设置的是348，是最慢的那个档位。平均335，但是细节我可能看不到。你看今天的这个效果，有氧效果跟无氧效果对我来说都是维持，所以我选的疲劳程度也是适中，就是真的没有那么累。这个配速，就是因为天热了，而且今天不想跑快，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慢慢，你看啊，我前2年训练多的时候，我慢慢能找到那种身体机能的感觉。现在这1年多，我大概能摸索到一点点。状态的门槛，就是有点可以自己控制了，就是一部分一点点。就我不想有状态的时候，就往下压的时候是有效果的；想有状态的时候呢，也能提起一些。看看啊，最快的一圈就是335，所以还不错哈。平均心率172，最大183。看大河原先生，他跑到这儿已经6.2甚至6.3了，还在跑。他们要跑完这半圈，因为这一趟回来是3公里多一点点，再加上这转盘。然后这种训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赛前得让自己有点速度感，但是你不能太玩命冲。反正我的观点是不能太玩命冲。今天野口先生特别努力，今天起跑前大河原先生跟他开玩笑说跟我挑战，对吧？野口先生那么大的跑量，今天这么顶，他大概是5公里过了以后，那时候我听他的喘息声就有点楼了，这北方话那说法，然后就跟我跑马拉松到最后那时候似的。但是我能感觉到，就是我俩有点惺惺相惜那感觉，就是那种努力拼搏、奋斗的性格。暑いですが。Good morning. 今日は today very hard and very warm today. 暑い。Probably today's temperature 30. Okay. Japan is very hot. Very hot. Thank you. 拜拜。其实北京更热，北京已经30多度1个月了，听我父母说都不行了，热的。按说这儿比北京靠南，为什么这儿比北京还凉快一些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吧，一会儿再聊啊。6月12号星期三清晨7点20训练结束，又冷身了8公里回家。
因为约了一位小伙伴，这位小伙伴是在今年我去观赛东京马拉松的时候认识的，从新加坡来的。后来呢，我一看朋友圈，阴差阳错，他也认识当时我在新加坡一起跑步的小伙伴，所以呢，今天正好约在大阪城，他们来旅游，见了一面，一起跑了跑。轻松跑吧，又冷身了8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33。因为今天是热身6公里，阈值6公里，冷身8公里，就是20公里也还行。还是不希望影响跑量，就这个月我觉得到25号之前吧，应该跑量还是要拉起来，还是要努力练一练。然后比赛的时候还没想好穿什么，我还是应该会在中间54.5公里有一个存保点，会放鞋和衣服，换不换到时候再说。今天是第一次用这种模式，因为我想记录我的6公里，但是说实话，这种阈值跑，第一我挺累的，第二呢，虽然我能勉强说话，但是周围的小伙伴会觉得怪怪的，所以我这种记录的时候我就不说话。我想配个话外音，因为这2天这些，不管是跑步还是科技还是什么，好像人们像前2天那个 Insta 360不也群发了吗？各种的东西在迅速的往前推进，可能以前1、2年、2、3年才有的新的变化，现在可能半年、1年就会有。我觉得这样特别好，无论是什么吧。昨天高驰的小伙伴还跟我说要签大破节了，我说我知道，我说从那个影子里看出来了。行吧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也有伴手礼，回家吃早饭，咱们明天再见。